你有想过，为什么同样在这个娑婆世界里日夜操劳，有的人年过80依然面色红润，耳聪目明；有些人仿佛自带保护罩，一辈子无灾无难，顺风顺水，走到哪都透着一股让人想亲近的舒服气场。观察身边的长辈，你一定会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一种人眉头紧锁，虽然天天吞着贵森森的保健食品和人参燕窝，却依然气喘吁吁，动不动就抱怨腰酸背痛，操心儿孙，眉眼间写满沧桑。另一种长辈却完全相反，他们可能一生朴素，每天只吃简单的地瓜粥配自己腌的菜谱，没花钱买名贵补品，但脚步轻盈，见人总是笑眯眯的。他们身上的健康与光泽不是金钱堆砌出来的，而是由内而外散发的平静。常常有人问，这到底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还是命运特别眷顾？其实，决定一个人老得慢，留得住福气的底层逻辑，藏在更深的轮回密码里。传说中，看尽无数魂魄的孟婆曾透露过一个秘密：世间有一种人，前世多是天人转世，或积攒了深厚善根的修行者，他们今生来到世上，往往会踩着3个极为特殊的时辰降生。这3个时辰出生的男女，自带强大的善因磁场，不仅岁数大，却不显老，更能得到绵长安稳的长寿福报。今天，我们就来彻底说透这3个时辰的秘密。各位不妨对照自查，看看自己或是亲人，是不是刚好就踩在这几个幸运的时空节点上。当然，听到这里，如果你心想，哎呀，我好像不是这3个时辰出生的，是不是就没有福报了？请千万不要着急，更不要划走。佛学里有一句话讲得非常透彻，叫做因果不虚。先天的出生时辰只是前世种下的缘，而今生你脑海中的每一个念，才是决定你命运走向的根。今天内容的后半段，我会特别告诉大家，如果你错过了这3个好时辰，该怎么用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简单、最不花钱的方法去修补、去累积，照样能把健康不老的福气稳稳种在自己身上。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自带福报的时辰到底藏着什么玄机。第一个自带福报的时辰是子时，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1点。在传统智慧里，子时是一天之中阴阳交替最关键的时刻。白天喧闹的阳气慢慢退去，宁静的阴气升起，这个时候的天地之气最是纯净通透。佛学和民间传说里常提到，这个时辰出生的人，前世多半是月宫周边的天人，或是常年在清净地修行的善知识。他们的心里往往装着很深的悲悯与温柔。既然带着这份揽月仙缘，这类男女最大的特征就是自带一种温润通透的气质，因为他们在出生的那一刻尽数吸纳了子时的清宁之气，这股气就化作了他们今生的福报根基。但我们也要知道，灵气这东西喜静不喜浊，善心能养气，恶念会耗神。有位子时出生的大姐，原本靠着自带的灵气和好人缘做成一批发生意，全盛时期一个人租了3个联排的店面。那个年代，每天下午2、3点进货的时候，到处都是推着2轮手推车，喊着借过借过的工人，满地都是巨大的黑色塑胶袋。大姐总是穿着一身名牌，脖子上挂着粗粗的金项链，站在店门口指挥若定。她对客人豪爽，逢人就夸自己多会赚钱。逢年过节回老家，发给侄子侄女的红包都是5000、1万起步，享受着所有亲戚羡慕和奉承的眼光。但就在前几年，大环境不好，加上电商冲击，她为了周转，把大笔资金借给了他最信任、认识了10几年的上游布料商，甚至还拿自己的房子去帮对方做保。谁知道那个合伙人竟然连夜卷款潜逃到国外，
留下一堆烂摊子。短短几个月内，银行的催款单像雪片一样飞来，黑道甚至跑来5分铺的店面泼红漆。他不仅3家店面全倒了，连住了一辈子的房子都被法院查封拍卖，还背上了几百万的庞大债务。那次致命的打击之后，他整个人彻底变了。原本总是笑脸迎人的老板娘，变成了一只竖起全身尖刺的刺猬。他搬进顶楼加盖的闷热小雅房里，开始整天逢人就倒苦水，打给以前的姐妹淘，一讲就是2-3个小时，骂朋友无情，骂老天爷不长眼睛。朋友们一开始还会安慰他，后来看到他的电话都不敢接了。他在家里对着老公和正在念高中的女儿大吼大叫，嫌老公当个大厦保全，赚的钱连付利息都不够。他每天晚上严重失眠，听着铁皮屋顶上野猫跑过的声音，必须吞2颗安眠药才能勉强睡着。醒来后又继续陷入无止境的焦虑中。只要在电视上看到别人开跑车、吃大餐，他就会在一旁冷嘲热讽。他的怨气就像一把深不见底的黑洞利刃，把他体内原本清灵通透的子时之气全给消耗光了。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原本引以为傲的浓密黑发白了一大半，双眼因为长期失眠和哭泣变得浮肿且浑浊，脸色发黑，原本的好气色变成了充满戾气，让人看了害怕的脸。走在路上，连以前在市场认识的街坊邻居看到他都纷纷闪避。后来他的一位高中同学实在看不下去，硬拉着他去龙山寺拜拜，并帮他报名了庙里整理佛桌、换花水的志工。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觉得委屈，心想自己以前好歹是手下有10几个员工的老板娘，现在居然沦落到在这里闻灰尘、擦桌子。他一边擦，心里一边嘀咕着命运的不公。直到有一天清晨，台北下着微微的细雨，他正在大殿外整理信众供奉的鲜花。他看到一位满头白发、身形佝偻的老母亲推着脑性麻痹、四肢扭曲的儿子，艰难地跨过庙门的门槛，只为了来祈求菩萨保佑儿子少受点痛。接着他又看到一位穿着破旧工地服、雨鞋上沾满泥浆的父亲，扑通一声跪在神明面前，手里紧紧攥着一张诊断证明书，流着眼泪求神明保佑重病的妻子能渡过难关。这时，一位在庙里帮忙捡花材、年近70的师姐递给他一支洁白的玉兰花。这位师姐其实也是个苦命人，早年经历过独生子车祸意外丧生的锥心之痛，但她经过10年的潜心修行，脸上如今只剩下慈祥的笑容。师姐温和地拍拍她的手背，对她说：师姐，想开一点啦，钱没了，只要手脚还在，再赚就有。人的精气神如果散了，那才是什么都没了。你看这庙里来来去去的人，谁没有自己的苦？老天爷让你失去外在的财富，也许是为了让你看清谁是真朋友，让你有机会找回内心的平静。你把手握紧，里面什么都没有，你把手张开，才能重新接住福气。那一瞬间，闻着手中玉兰花清冽的香气，听着大殿里传来规律而安定的木鱼声和诵经声，他看着师姐平静的眼睛，眼泪突然像决堤一样流了下来。他突然意识到，比起那些躺在病床上的人，比起那个一辈子无法自理的孩子，自己至少还有健康的身体。老公和女儿虽然被他骂，却依然不离不弃地陪在他身边。他到底有什么好抱怨的？从那天起，他的心慢慢放平了。他把那些催债的烂摊子交给律师去处理，不再去计较那些失去的钱财，也不再对家人发脾气。他把心思转回到生活上，想起自己以前在老家跟着阿莫学过做古早煨油饭的好手艺。他每天凌晨3点起床，把原糯米泡水，在狭小的厨房里切红葱头、泡香菇、爆香虾米、
和后腿肉丝。刚开始没有本钱租店面，他就在市场路口摆个小推车，遇到有家境不好的学生来买，他总是偷偷多塞半盒给人家。结果你猜怎么着？不到1年的时间，他的眼神重新恢复了清明，整个人往日的精气神又奇迹般的回来了。他的素油饭因为料好实在，加上他恢复了以前那种热情开朗的笑容，生意越来越好。后来甚至接到了附近公司行号的大量团购订单。他的家人也因为他的转变，家里重新有了笑声。这就是心念转变，把怨气化为灵气后，福报重新复苏的真实力量。所以，如果你是子时出生的朋友，要怎么守住这份天赐的灵气福报呢？教你2个今天看完立刻就能做的小动作。第一，叫做睡前温水净化法。每天晚上睡觉前倒一杯干净的温水，放在窗边或是床头柜静置个几分钟，心里默念愿灵气清净，愿善心长存，然后慢慢喝下去。子时属水，主清净，这杯水能帮你沉淀一整天的浊气和烦恼，让你不再把白天的怨气带进梦里。第二，晨起静坐。早晨起床后，不要急着拿手机看讯息或是看新闻，先花3分钟安静地坐在床边，什么都别想，深呼吸，让身心归零。只要你不去跟俗世的烂人烂事纠缠，你的灵气就会源源不绝，保你长寿又年轻。听完了子时的故事，你是不是也想起了身边某位温和的长辈呢？接着来看看第2个自带强大福报的重点时辰。第2个自带强大福报的时辰是午时，也就是上午的11点到下午1点。午时是一天当中阳气最鼎盛的时刻，太阳高悬中天，天地间充满了光明与温暖。佛学里讲，这个时辰降生的人，前世多半是追随羲和，也就是掌管太阳的神明，护持光明的天人。因为前世常以阳气驱散阴霾，所以今生他们能在阳气最盛的时候降生，借天地的阳气来稳固生命的根基。这类男女最大的特征就是天生气血充盈，面色红润有光泽，眼神特别明亮。因为阳气足，他们从小就很少生病，冬天不怕冷，就算到了7老8十也不会显得暮气沉沉。有一位午时出生的阿嬷，今年已经95岁了。他年轻时在农田里干粗活，顶着烈日插秧割稻，身体底子练得像铁打的一样硬朗。现在他在社区的转角开了一间小小的传统干仔店，店里总是弥漫着一股茶叶蛋的卤包香和淡淡的蚊香味道。玻璃罐里装着5颜6色的橡皮糖和弹珠汽水，那是许多街坊邻居从小到大的共同记忆。他常说自己一辈子没吃过几颗药，冬天寒流来的时候，别人裹着厚厚的羽绒衣，戴着毛帽，他只要穿一件薄薄的毛衣，加一件防风背心就够了。握着他满是粗茧的手，永远是暖乎乎的，像个小暖炉。阿嬷的性格非常热情开朗，干仔店的门口一年四季都摆着一个不锈钢的大茶桶，夏天装的是他自己熬了一整个早上的无糖仙草茶或清凉退火的麦茶，冬天则换成热腾腾的桂圆红枣茶。旁边挂着几个洗得发亮的钢杯，桶子外面贴着红纸，写着2个大字奉茶。只要有路过的邮差，推着回收车汗流浃背的老人家，或者刚下课满身大汗的小学生，他都会热情地招呼他们来喝一杯，顺便塞2颗糖果给小孩子。20几年前，社区里搬来一个带着5岁小女孩的单亲爸爸，那个爸爸做的是铺柏油的粗工，不仅要忍受高温毒辣的太阳，收入也非常不稳定，常常有一顿没一顿。阿嬷常常看到那个小女孩穿着一双鞋底都快磨平的旧球鞋，乖乖地坐在干仔店对面的油桶旁边，用纸箱垫着写作业，等爸爸下班。
阿嬷看他们可怜，每次那个爸爸下工后来买最便宜的碎米，阿嬷总是偷偷多舀2瓢，或者顺手拿几颗茶叶蛋和刚进货的鲜奶塞给他，笑笑地说：“这鸡蛋壳稍微裂了，卖相不好，没人买了，你拿回去给妹妹夹菜补充营养。”逢年过节，阿嬷还会找借口说店里的年糕做太多吃不完，硬是塞给他们父女俩。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铺路工人早就搬走了，直到去年，阿嬷的干仔店因为碰上强台风，老旧的木造屋顶被掀翻漏水，阿嬷一个人看着泡水的货物，急得直掉眼泪。突然，店外停了一辆休旅车，走下来一位穿着利落套装、气质优雅的年轻女生。她一走进店里，二话不说就先塞了一个厚厚的大红包给阿嬷，然后立刻打电话叫来了一整队专业的修缮师傅，不仅把屋顶修好，还顺便帮干仔店重新拉了明亮安全的电线管路。原来，这位年轻女生就是当年坐在路边写作业的小女孩。她靠着半工半读，一路苦读，考上了医学院，现在已经是大医院里独当一面的主治医师了。她红着眼眶，握着阿嬷的手说：“阿嬷，要不是当年你那些茶叶蛋和鲜奶，我可能早就营养不良，撑不下去了。”其实阿嬷从来没想过要回报，她只是舍不得看别人受苦。这其实就是把体内旺盛的阳气转化成无私的善行，再由善行滋养福报，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良性循环。但是孟婆也提醒我们，阳气过盛如果不加以调和，就容易变得急躁冒进，甚至引火焚身。有位40多岁的大哥，仗着自己50出生，年轻时是体育保送生，身体底子好，贷款买了大卡车跑长途货运。他性格像火，为了早点还清贷款，日夜排班跑车，连睡觉都在车上。为了提神，他每天槟榔不离口，提神饮料跟罐装黑咖啡几乎当水喝。因为长期高压加上严重睡眠不足，他的脾气变得异常暴躁。在高速公路上遇到别人开得慢，他就会狂按喇叭，摇下车窗飙国骂，甚至差点跟人打起来。回到家，他也是满身火药味，动不动就因为小孩成绩退步或地板没拖干净，气得摔遥控器、踢门。家里的气氛像冰窖，太太甚至偷偷带着2个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有一天深夜，下着滂沱大雨，他开着大货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突然他感觉一阵天旋地转，胸口像被一头大象死死踩住一样，喘不过气，左手臂发麻酸痛，冷汗瞬间湿透椅背。他强忍着濒死的剧痛，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把车硬切到路肩停下，随后失去了意识。等他醒来时，人已经在加护病房里插满管子。医生脸色凝重地说：“这是极其凶险的急性心肌梗塞，再晚10分钟，连神仙也难救。”听着心电图规律的滴滴声，看着病床边满脸憔悴却依然紧紧握着他手的太太，他突然悲从中来。他觉得自己这几年像个疯子一样拼命赚钱发脾气，到底是在忙什么意思的？赚来的钱全都变成了此刻滴进血管里的药水。中医常说刚一折，他那种日夜颠倒狂饮冰冷提神饮料，加上经常暴怒的生活方式，就像是在大火炉里拼命添柴却忘了加水，最后差点把自己的生命力给烧干了。经历过这次生死关头，他彻底醒悟。出院后，他听了医生的建议，把贷款还清后卖掉了大卡车，换了一份白天开社区巴士的稳定工作，每天早上去跑大坑、步道，接触绿色的树林来平息肝火，脾气才慢慢温和下来，脸色也从暗沉恢复了健康的血色。那么50出生的朋友该怎么守住这份羲和仙缘呢？教大家一个正午晒背收阳法，每天中午11点
到1点之间，找个有阳光的地方坐5分钟，闭上眼睛，双手交叠放在小腹上，心里默念：愿阳气温润，愿善念长存。这个简单的动作能让你体内的阳气变得平和，不急躁，不冒进，稳稳地把这份阳刚之气化作陪伴你一生的绵长福报。感受完午时的至阳之气，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3个自带福气、最温润安稳的特殊时辰，是酉时，也就是傍晚的5点到7点。日落西山，白天喧腾的阳气渐渐收敛，夜晚的阴气开始滋长。这个时候，天地间的气息变得非常温润柔和，就像大自然给万物盖上了一层温暖的毯子。忙碌了一天的人们也开始准备回家吃晚饭。佛学里说，这个时辰降生的人，前世多半是常在佛前献香的善士或天人，因为前世常以香华供奉诸佛，所以他们天生心性温和，善念深厚。今生降生时，吸纳了酉时这股温润之气，就化作了他们绵延不绝的寿命与福报。这类男女的长寿最是悄无声息，他们可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健康奇迹，没有跑过马拉松，也没有天天去健身房，却能一辈子平稳顺遂，无病无灾。他们的皮肤自带一种柔和的光泽，即便老了，也不会给人干瘪枯槁的感觉，而是透着一种慈祥，让人想亲近的温润之美。但孟婆也说，这份温润最忌讳什么？最忌讳心浮气躁。一旦丢了平和的心性，福气就会像烧完的香一样慢慢飘散。有位60多岁的退休女老师，前半辈子担任教务主任，她做事一板一眼，习惯了严厉管教，有着极强的控制欲。然而退休后，生活的巨大空洞让她将这份教官般的控制欲全数转移到了成家立业的儿女身上。她每天早上6点准时在家族群组狂发长辈图，规定儿女必须贴图签到，并随时转发各种农场假新闻。她还常拿着备用钥匙不请自来，突袭检查媳妇冰箱里的青菜新不新鲜，干涉孙子喝奶换尿布的细节。只要儿女没秒回讯息，或媳妇稍微面露不耐，她就会情绪失控，发超长语音哭骂他们不孝顺，甚至去传统市场买菜，只要摊贩动作慢或算错几块钱，他也能当街用训斥学生的口吻跟人吵得面红耳赤。没过多久，这种长期的焦虑与情绪紧绷像回力镖一样反扑到了他自己的身体上。他开始严重耳鸣，天旋地转，地晕眩。送到大医院急诊后，医生叹气说，这是典型的梅尼尔氏症，加上交感神经失调，收缩压更飙破170。医生严肃警告他，你的神经每天就像拉到极限的弓，连睡觉都在绷紧，再不放松，血管随时会破裂，中风是迟早的事。后来在一次晕眩住院期间，前同事大姐实在看不下去，劝他必须找个能修心的嗜好。出院后，他听了劝，把手机通知全静音，去社区大学报名了晚上的书法课。刚开始，他依然改不掉急躁，书法讲究心平气和，他越想写好，手越抖，墨汁常常滴落晕染在宣纸上，气得他好几次想折断毛笔。但在巴旬老老师的引导下，他学会在每天傍晚酉时阴阳交替的时刻，先静静坐着磨墨，听着松烟墨在砚台里摩擦的沙沙声，闻着淡淡的安神中药香，他的呼吸跟着手腕慢慢缓和了下来。他开始抄写心经，从最初力透纸背的急躁，渐渐体会到要在宣纸上留下温润线条，不能用蛮力，而是要懂得提、按与留白。在这一笔一划的专注中，看着墨汁被宣纸缓缓吸收，他内心的焦虑也被一点一滴的抚平。
他终于明白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主动退出让人紧绷的假新闻群组，不再突袭儿子的家，而是把时间留给窗外的晚霞。心情平复后，他的血压奇迹般降回标准，晕眩症不药而愈，脸上刻薄防备的线条也化作了有时特有的慈祥从容。现在的他不仅书法被贴在社区公告栏，逢年过节都有邻居来向他求春联呢。那么酉时出生的朋友该怎么守住这份线香仙缘呢？教你一招傍晚静心花茶法。每天下午5点到7点之间，给自己泡一杯清淡的花茶，像是桂花或是茉莉绿茶都可以。慢慢喝的同时，回想今天自己做过的一件好事，哪怕只是帮家人煮了一顿饭，帮邻居开了个门，或是下雨天借了一把伞给别人，然后在心里默念：愿温润长存，愿善果成熟。另外，有时是能量转换的时刻，请尽量避免在这个时段做重大的决定，像是签合约、大笔投资，也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跟家人吵架，让内心的温润与天地的温润相融，福报自然会像细水长流，陪你安稳到老。讲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会叹口气想，这3个幸运的时辰我都没对上，是不是这辈子就注定没有长寿不老的福报了？甚至有些长辈会觉得自己生下来就是劳碌命，一辈子都在为别人辛苦。其实千万别这么想。孟婆常说一句话，仙缘不在云端，而在柴米油盐里，福报不在远方，就在你我的一言一行中。这3个时辰出生的男女，不过是带着前世的善因，在今生拿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起跑线，但人生的马拉松，福报能不能延续，终究要靠今生的修行。佛学里常讲，命由己造，相由心生。出生的时辰只是缘，你心里的善念才是生长福报的根，根扎得深，善缘自然就会来。如果子时出生的人心生恶念，灵气一样会被污浊。午时出生的人如果待人刻薄，阳气也会被损耗。酉时出生的人若是斤斤计较，温润之气同样会枯竭。反过来说，就算你不是这3个时辰出生的，只要心怀善念，多结善缘，照样能修出不老的容颜与长寿的福运。我认识一位阿伯，他出生的时辰在传统命理上绝对算不上是什么自带仙缘或大富大贵的好时辰。他年轻的时候命运可以说是极其坎坷，连老天爷似乎都没给过他好脸色。30几岁的时候，他在大热天里做着最危险的工地板磨工。有一次连日大雨后，工地现场湿滑，他不小心从2楼鹰架重重摔了下来，当场摔断了右腿的胫骨，痛得昏死过去。屋漏偏逢连夜雨，那个没良心的外包小工头不仅没有帮他们保劳保，出事后竟然直接连夜卷款潜逃，连1毛医药费和慰问金都没付。他在医院躺了2个月，耗光了家里仅存的一点积蓄。后来他的妻子因为受不了这种天天躲债看不到希望的苦日子，在一个清晨留下2个还在念小学和幼稚园的孩子，一声不响地拖着行李箱走了，从此音讯全无。那时候的他刚出院，拄着拐杖，拖着一条还没有完全复原的瘸腿，一家3口挤在夏天像大烤箱，冬天像冰库的顶楼铁皮加盖屋里。炎热的夏夜里，铁皮屋里的温度高达30几度，他们连冷气都舍不得开，只能靠着一台嘎吱作响的老旧电风扇吹着热风。为了省钱，晚餐常常就是一包最便宜的排骨酥面泡面，打1颗蛋，父子3人分着吃。他心里的怨恨和屈辱无处发泄，每天看着熟睡中营养不良的孩子以泪洗面。他不到40岁，头发却已经白了一大半，背也驼了，活像个干瘪的小老头。他逢人就诉苦，见人就抱怨老天爷不长眼睛，
抱怨前妻无情无义，为什么偏偏让他这个没做过坏事的老实人受尽折磨？有一天下午，外面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他拖着瘸腿去黄昏市场，在菜摊旁边捡人家不要外叶烂掉的高丽菜叶。为了躲避突然袭来的暴雨，他一瘸一拐地跑进了街角那间香火鼎盛的清水祖师庙里。雨水顺着他破旧的衬衫往下流，滴在庙里光洁的大理石地板上。听到庙里传来阵阵平静而悠远的诵经声，闻着空气中弥漫的淡淡檀香味和雨水的土腥味，他长期压抑在心底的委屈和绝望突然彻底崩溃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威严的神明面前，不顾旁人的眼光，忍不住嚎啕大哭，一边磕头一边声嘶力竭地问老天爷：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跟我的小孩？这时，一位正在大殿旁边拿着抹布打扫香炉的庙公走了过来。庙公递给他一条干净的毛巾，没有说那些虚无缥缈的安慰话，只是温和地看着他的眼睛，对他说：少年仔，眼泪洗不掉你的业障，只会模糊了你看路的眼睛。怨恨就像是一杯毒药，你每天喝下去，想毒死那个害你的工头和跑掉的老婆，但最后伤的只有你自己和你身边的孩子。行善能积福，转念就能改命。不要只看着脚下的泥泞，把心打开，路就开了。那一晚，他坐在床边，看着孩子们熟睡的脸庞，想起了庙公的话。从那天起，他擦干眼泪，不再去骂天骂地，而是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矩：日行一善，夜省一过。一开始，他心想，我连下一顿饭在哪里都不知道，拿什么去行善？但庙公告诉过他，善不一定要花钱，给人一个微笑，一个方便，就是最大的布施。于是他出去捡回收的时候，在路上看到碎玻璃或是生锈的铁钉，一定会停下来，小心翼翼地用破布包起来丢进垃圾桶，怕刺伤别人的脚或是机车的轮胎。后来他的腿渐渐复原了，可以正常走路了。他自愿去2个孩子就读的国小门口当交通导护志工，不管夏天刮台风还是冬天霸王级寒流，他都穿着那件褪色的反光背心，拿着沉重的指挥旗，用他洪亮的嗓音护送每一个孩子安全过马路。在社区里，他总是第一个报名，去帮忙做资源回收分类，把那些原本臭气冲天、生满蛆虫的环保站整理得干干净净。每天晚上睡觉前，他会花3分钟反省自己，今天有没有因为生活压力大，就对无辜的孩子发脾气，有没有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如果有，就在心里默默向虚空忏悔。这一坚持就是整整20年风雨无阻，命运的齿轮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看似微不足道的善念中悄悄转动了。今年他已经85岁了，不夸张地说，他现在每天还能骑着脚踏车去菜市场，脚步稳健，眼睛不花，脸上还带着自然红润的光泽，看起来比同龄那些每天吃补品的老人家至少年轻了20岁。更让人欣慰的是，他的2个孩子不仅没有因为单亲和贫困而学坏，反而非常懂事上进。大儿子考上了师范大学，现在是在偏乡复出的高中老师，小女儿成了一名优秀的物理治疗师。2人都有了美满的家庭，每逢假日，孙子们总会抢着带着他最爱吃的土凤梨酥回来看阿公。那个曾经漏水闷热的家，现在换成了明亮宽敞的公寓，充满了温暖的笑声。他也因为常年的热心公益，成了社区里大家最敬重、遇到困难第一个想到的主委。他跟我说，自从开始行善转念，心里那块压得他喘不过气的大石头就彻底放下了。他不仅早就原谅了那个离家的妻子和跑路的包商，也不再去跟别人比较财富的多少，不仅身体慢慢变好了，
身边的好事也越来越多。这就是佛学里讲的因果不虚，哪怕没有天生注定的好时辰，今生一笔一画写下的善念善行，照样能种出长寿安康的参天大树。那么，普通人到底该如何修这份福报呢？其实一点都不难，不用花大钱，也不用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要记住以下3个我们日常就能做的微习惯，将善念变成每天的日常。第一是护心，护心就是少想烦心事，不生怨恨心。很多长辈到了晚年，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过度干涉年轻人的生活，看媳妇买东西觉得浪费，看儿子教小孩觉得不对，天天唠叨，把家里的气氛搞得很僵。其实儿孙自有儿孙福，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多换位思考，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心静下来了，气血自然就顺畅，容貌也会显得干净通透。你可以试试看，每天晚上睡觉前花个5分钟问问自己，今天有没有对谁动过恶念，有没有随便对家人发脾气。透过这5分钟的无怨反思，慢慢就能养成平和的心态。第二是行善，行善不是一定要捐大钱给大机构，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随手去做利他的小事，给迷路的陌生人指个路，在电梯里给邻居一个微笑，对家里的外籍看护多一份包容与关心，随手捡起社区地上的垃圾，这些小动作都是在种下善因。佛经里说，善念就像星火，累积多了就能燎原。但我特别要提醒大家一点，累积福报最忌讳功利心。很多人去庙里拜拜做善事，心里总想着我要得到回报，我要神明保佑我儿子考上台大，我要快点变年轻。这种带着条件的心态本身就夹杂着浊气，就像是跟老天爷做生意一样，反而会影响福报的显现。纯粹的善念才最有力量。你帮人指路，别想着积德；你帮人开门，别想着回报。只问播种，不问收获，自有花开的时候。第三是顺时，顺应天地的规律过日子，这也是我们中医养生最重要的一环。晚上不熬夜，清晨早点起，跟着季节来调整饮食，像是春天多吃些春笋、芽类蔬菜来疏肝。夏天台湾天气闷热，可以喝点无糖的绿豆汤清热，但要避免吃太多生冷冰品，以免体内累积湿气。秋天早晚温差大，吃点水梨润肺；冬天吃点白萝卜理气。晚上睡觉早点上床，不要让冷气的风口直接吹着头。这些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天地有好生之德，你顺着大自然的规律走，就是在借天地之气养你自身的福报。另外，不同年龄段的朋友修行的重点也能稍微调整。年轻时精力旺盛，可以多参与公益，去净滩，让福报快速扎根。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压力大，修行的重点在于护心，尽量减少职场与家庭的抱怨，在照顾家人中实践善念。到了晚年体力衰退，就做些温和的行善，比如在李民中心分享经验，或多给年轻人几句鼓励。不管几岁，核心只有一个，不要脱离生活，让善念像呼吸一样自然，福报就会如流水绵长。各位朋友，说到底，那些天人转世或好时辰的传说，都是佛学对善有善报最生动的隐喻。真正的仙缘与福报，从来不是老天爷偏心赏赐的偶然，而是你用一点一滴的善念亲手浇灌出来的必然。岁月从不亏待善良的人，你今天种下的每个善因，给出的每次微笑与包容，最终都会化作你不老的容颜，陪伴你安稳一生。愿大家守住善心，让生命如常青树般
永远鲜活。最后，我想邀请大家做件小事，请在留言区留下一句你最想说的善言或祈福语，无论是对家人的健康祝福，还是对自己的期许，让我们把留言区汇聚成充满正能量的慈悲磁场。当你敲下祝福的同时，这份善念也会加倍的回到你身上。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觉得这支影片为你的生活带来了一点平静、一点温暖与启发，诚挚的邀请你动动手指，按下订阅按钮，并开启小铃铛。你的每一个订阅、按赞与分享，都是我们继续传递正能量、制作好内容的最大动力。感恩大家的陪伴与聆听，愿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支影片再结善缘。